你有追星过吗？你的偶像是谁呢？是最近巴黎奥运出现的汤姆克鲁斯，还是 K-pop、J-pop 的明星？还记得当时的悸动吗？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用吸引力法则上演的偶像奇遇记。大家好，我是吉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是分享生活还有吸引力法则小故事。最近谈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又让我想到以前在追星时代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我很喜欢一个节目叫做1/2强，它有点像 WTO 姐妹会那种邀请一些住在台湾的外国人上节目，针对不同的主题做讨论，像是台湾有什么特殊的风俗民情跟他们自己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分享感情观、价值观、生活经验等等。那有一段时期呢，他邀请到的来宾都是以这个男性为主，偶尔也有女生的来宾啦，但是是少数。那久而久之就培养出一批固定的型男班底。如果你刚好也有看那个节目的话，你就会知道那时候比较常出现的班底包括美国的杜丽贾斯汀，还有巴西的武阳、费丹尼，日本的梦多，瑞典的马丁，德国的贺绍霞，纽西兰的马凯杰，法国的法比欧等。他们现在也都各自有很好的发展。当时我每天都很期待看这个节目，觉得轻松有趣。那对这一批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也充满了好奇。我曾经参加过贺绍霞跟法比欧各自当一日店长的活动，也曾在西门町街上巧遇他们举办活动，还甚至去过法比欧办的捐衣服给慈善机构的活动。我觉得由这些艺人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带领大家参与一些有公益性质的活动是非常好的。我也借此体验了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事情。而其中一位型男，很常大家受到喜爱的这个法比欧在节目上他常常谈到自己的感情观、生活方式，贪选运动，也很注重健康，尽量吃有机的食物，生活恬淡惬意。为另一半下厨就是他生活中的这个小浪漫，不需要轰轰烈烈的大惊喜。那由于我当时的感情生活时常是跟这个比较情绪化的男友戏剧性的上演一段爱恨交织的大戏。那听到他这样的叙述，改变了我的观念。原来对于生活，对于爱，可以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并不代表着无聊，一样可以去享受生活中那份美好的悸动。这也对于我之后找对象的类型有了另外的灵感。如果说之后提到吸引力法则讲感情的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详细的说一说那有一次呢，这个型男他就号召大家一起去净滩。净滩这一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也不会主动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他们的邀约，净滩就好像变了一件很有趣又很有意义的事我开始想象自己是环保小尖兵，用行动爱地球，非常的想要加入。可是其实那天我是有另外一个一定要去的行程的，那我就开始详细的规划路线、搭车的时间看看能不能去这个一定要去的行程，又去净滩。我就一直这样子挣扎到了当天可是不管我怎么瞧，时间都是兜不上，最后只好放弃了。我那个想去的心就这样子被拉扯着，我觉得好可惜最后只能够说服自己先放下啦。就这样过了一阵子，我还是每天都很开心的 follow 这个节目这天突然出现了一个讯息，寻找素人观众上节目。我一看到这个讯息，我就迅雷不及掩耳的赶快报名了。平常你知道总是会有一些内心的小声音在那边犹豫个老半天可是这一次节目对于这个素人的角色好像一点要求都没有也没有要求什么特殊才艺，也没有要求特殊的外形，就只有说是一个过年的特别节目，一个特别的 bonus。 还在想说他们可能会有重重的筛选机制，没想到当晚我就接到电话说我报名成功了，让我到时候依约定时间地点前往摄影棚参加录影。挂上电话之后，我内心兴奋的尖叫，脑袋还恍恍惚惚的觉得很不可置信
印象中这个节目就是以来宾的谈话啊，还有玩游戏啊为2大主题嘛，几乎没有请外国人之外的素人观众上过节目，如果有的话也非常的少吧。没想到想参加净滩的活动，我筹划个老半天都没有能够成行，这一次却这样轻而易举的拿到入场券。哇，是宇宙听到了我的想望了吗？我不断发送的渴望的频率真的被听见了吧？我真的太开心了。到了当天啊，梳妆打扮好，稍微遥远的路途抵达了摄影棚。当天的活动是有一群观众坐在旁边举这个圈圈叉叉的牌子，混杂在一群人中的我啊，其实当时年纪已经有点大，可是呢还是隐藏不住我的少女心啊，终于近距离的看到电视上的新案了。原来节目是这样子运作的制作人说的话啊，主持人的美貌啊，还有帮这个来宾补妆的小时刻，以及他们私下跟观众亲切的互动，他们人真的好好哦。这一切啊都让我觉得好新奇，就这样子完成第一次进摄影棚的体验。结束之后跟其他参与的观众小聊了一下，没有什么比遇到同好中人的感觉更好。这段经历让我回想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一本书里面说，当你真心渴望某件事物，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虽然这只是我生命中的小插曲，但是那一天却点亮我的生活。每当我回想到这个故事，我就好像又回到怀抱着少女心的那个我，充满着悸动跟期待。视觉化愉快的情绪，不断的发送意念给宇宙，就像想着你的偶像一样，相信你发送给宇宙的订单也会很快就实现了。你有过追星的故事吗？或是有那么特别的一天，宇宙回应你的渴望？欢迎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杰儿，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我们下次见咯，拜拜。